如枝桠，也在撑起一个家。微笑如尘沙，也能让种子萌芽。贫瘠的土地上，才会绽放最美丽的花。只因它们献上了年华。 坚定的步伐，后来的孩子呀，伴着春风渐渐长大，是因为有人选择了留下，理想才终于开花。 文静，爸神了，知道你讲电话喊你呢。姐，我可能要回村里一趟了。又怎么了？有人投毒，死人没？不是人，是小鸭子，有可能是场误会。我现在回去，我明天就回来。不用着急。 爸也排气了，医生讲晚上就可以吃东西了。对啊，我村里的这个事别跟爸爸讲，别让他担心啊。有事吗？爸爸。我们村。 这个县里突然着急要一点材料，我得回去给他们弄材料，弄完了我就回来啊。得，放心吧，我没事，有事就快点回去啊。每次都这样，真的是对不起啊。讲什么？你忙，爸爸才高兴啊。快去。我很快就回来。 有事情给我打电话啊，慢点啊。好，检验完毕，走吧。总之，经上述的侦查、走访、询问等工作，我们得出的结论是，这是一起因巧合引发的意外事件，不存在主观故意的恶性行为，所以不构成刑事案件，不予立案。汇报完毕。 这个警察同志的工作啊，做得很细致，结论呢也合理合法。我看这件事就这样吧。哎，你们那个黄书记怎么又不在岗啊？黄文秀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休假了，他家住在田阳，单程路上就需要5个多小时，回去一趟很不容易。 是我批准他补休假期的。好，请了假就好啊。你们这个北狄村呐，工作呢也算是有声有色，但是问题啊也是层出不穷。就像今天这么一点小事情，搞得轰轰烈烈，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啊，你们这个班子是有问题的，特别是班长有点问题啊。
虽然是虚惊一场，但是影响很坏。等黄文秀回来啊，你们要跟他讲，要就这个事情认真总结一下教训，绝对不能再出现这种情况，啊。那今天就到这。好，农振山，黄文秀回来要认真传达马主任的批评，不许有遗漏。这个事主要责任在我，黄书记不在。是我没有把这个事搞好了。你这个支部书记当然有责任啊。比方说合作社，那是不是个好事啊？它是好事，但是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。好事办不好啊，它就是个坏事啊，千万不能好大喜功哦。那今天就到这，散会。喂，于镇长。文秀，往回赶呐？是，快到镇上了。先别回村，来镇里，我和方队长请你吃饭。现在吗？对。可我还想先回村里哦。先来镇里。得，那我马上到。先生，您的茶。表哥，来了，坐。好。你好，您的茶。谢谢你。不客气。哎呀，表哥，本来我是想嘞，请你去吃点宵夜多好啊。这里安静一点嘛。表哥，合作社的事怕是顶不住了。可是要按照他们的分配方案，那你的劳务就保证不了了。实在顶不住，要分配方案，还是可以坚持一下吧。只要你和种植户双方同意，合理合法，他黄文秀就不敢违反政策。怕就怕种植户不同意。现在跟别的合作社相比，他们显得太亏了。那你就把难题推给黄文秀好了，让他去管销售，否则你这个制服带头人你就不干。这样子的话，他要是真的管了，我不成光杆司令喽？哎，光杆就光杆，他要管，那枇杷价格还得降，还要降，到最后他还得求你管。表哥，再降我们种枇杷的都要赔死了，20几户，有8、9户才脱贫，那跟你还有什么关系呢？啊？你放心，你个人的枇杷还是能卖好价钱的。来，喝茶。于镇长，于镇长，哦，文秀，我们村现在情况怎么样啊？没事了，误会一场，先坐下来吃饭吧。小杨在电话里是把大概的情况跟我讲了，这个事，两位领导怎么看呢？你是第一书记，问我们。我们镇派出所的同事肯定不是吃干饭的，这个结论也不是乱下的。我们支书的分析呢，也入情入理。对，那这么说，那黄主任和治安专干是故意整人的？那倒也不至于，因为这个事情确实是有巧合嘛，所以有不同的意见也很正常。哎，赶紧吃点东西。
讲真的，突然看见这个菜，还真的觉得饿了我。快吃吧。好。我听讲，马主任又有点不高兴了。是啊，你那合作社是不是冒进了呀？冒进肯定是没有，实践证明，合作社是保障农户不再返贫的有力手段。你们初稿的文章我们看过了，观点也很赞同，而且理论水平也很高。但是具体实施中有没有像马主任说的好大喜功，你要反思哦。马主任有个事，现在没有外人，我也想跟2位领导汇报一下啊。我呢，悄悄地去查了一下蒙昌隆的这个枇杷的销售渠道，我发现跟马主任的侄子都有联系。马主任的侄子是县枇杷推广厂办公室副主任，有联系不是很正常吗？这个各村的枇杷，生产商跟经销商不是直接交易，而是都通过这个马万里。那也就是说，等于这个马万里掌握了产量，然后再分给经销商。所以，我怀疑这个里面有利益的驱动。再讲，县里的同事也帮我了解到，他之所以能当这个副主任，全是马主任推荐的。文秀，这种事情可不能乱怀疑。是，所以我也没跟别人讲，就先跟2位领导讲这个事，也是想请2位领导帮忙从侧面了解一下情况。我这里呢，有我们县几个大的枇杷经销商的名单，要是你们有认识的，也帮忙了解一下。韩冰，他也在卖枇杷。是，于镇长，你认识他？我小姑子的爱人。那太好了哇！我们村的枇杷就是他在收。那于镇长，你帮忙了解一下。我跟他关系不太好，当年求我办事儿，我没答应，从那以后就生疏啦。老太太跟他们是一家的，我在家的时候，他们从来不来。不过，我找机会问问。得，这名单是哪儿来的？是我们那帮第一书记帮我查的。那要是查实马主任确实有问题，你想怎么办？干掉他！吃饭，吃饭。我表哥出的这是什么馊主意哦？哎，就算是按照别的合作社那样的方案，那致富带头人多少还能多赚一点哦。啊，单干，那就我们种的那点枇杷，那才有几个钱，肯定不行。那你想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他不要他那2成喽？你表哥，你去讲。哎，就算我们不做了，那他不是1成都提不到呗？他提是提不到，可是能让那些种植户卖不出钱来。他们赔了钱，最后还是要找你哦。还是我表哥啊，高。我是怕他折腾个1年2年的，那几户好不容易脱贫的种植户，再穷回去。该，谁让他们搞事情？乱讲！你没有穷过啊，还知道自己是老几吧？我不是说这个意思嘛。超龙哥，超龙哥，你在吗？喂呀，超龙在家吗？
嫂子，我刚刚回村来看看长龙哥，他怎么样啊？哎呀，他在上面头痛、嗓子痛，还发烧嘞。啊，快，严重吗？还好啦。来，快，里面请，坐。长龙啊，黄书记来看你喽。黄书记，长龙哥。哦，来了。长龙哥，你怎么样啊？没事，吃2片药，烧就退了。福爱，给黄书记、罗姐泡茶。哦，对，没事，我就来看看长龙哥。你看，还让你专门跑一趟。不好意思啊。严重吗？没事。我听讲了，今天村里发生了一点小误会啊。过去就过去了，不是已经解决了吗？你没往心里去就好，我害怕影响团结。怎么会？都是为了工作。这段时间我身体不太好，在工作方面是有点落后啊。大家看不上我也是应该的。长龙哥，没有人看不上你，这个工作上有一点分歧，这很正常嘛。但是讲开了就好，都别往心里去就得啊。往心里去，我才不会。你放心，黄书记，老黄就不一定了哦。还有那个韦平之哦，今天你是不在，你没有听他讲那些话，哎呦，好难听的哦。喂，不是让你泡茶吗？我做上水了哦。没事，不用麻烦。应该的，贵客到，一会儿要泡一壶好茶哦。真的不用。你过来，我来沏。啊，对你亲自来，一定要重新沏。谢谢啊。谢谢。这茶香啊。我老公啊就好这一口，所以我们家呀再穷也得给他买好茶哦。哎呦，福爱，你哭什么穷？你们家没钱？我们家比你们家差远了哦。哎，黄书记啊，你是不是还不知道？以前我们2家呀，在村子里头啊，算是数1数2的，但是就是一直分不出到底谁是首富。这下好了哦，我们家呀甘拜下风了。为什么呀？中央户多哦，罗姐家以后啊可要发达喽。嫂子，其实你们家也可以发动大家多种枇杷呀。我觉得啊，你们2家就应该搞一个竞赛，再连上华元哥，连上他的那个砂糖局，你们3个就比比看，看看3个致富带头人哪个是我们村的这个致富状元啊？哎，这个想法好啊，我们老韦肯定很感兴趣的。那比什么呢？就比比看谁家的这个收入高啊，谁带动的种植户多，谁帮助的这个贫困户多，还有哪个合作社平均的这个效益高啊？那我们就甘拜下风啦。黄书记啊，如果一定要成立合作社，那我们就不入了。主要是因为销售这一块我们没法保证，我们就只能单干了哦。长龙哥，是这样的。合作社也不是不能入，技术这方面我也照样帮助，销售这块我就不负责了。喝茶，罗姐。来，这茶是蛮好的。看来昌龙对合作社还是有情绪吧？他可能是有自己的顾虑，没有讲出来。
没事，慢慢来吧。怎么样？有些话该讲就得讲。喏，黄文秀又向他微了呗？福爱，以后我谈正事的时候，你能不能不要插嘴？我怎么了我？今天是因为罗梦兰在，黄书记给我留面子。我跟他讲过，销售这块要回扣。你把给表哥回扣的事情告诉他？怎么会？我是跟他讲，我们在销售这方面也没多大利益。哎呀，你怎么什么话都跟人家讲嘞？哎呀，怪不得人家瞧不起你。就是因为他瞧得起我，我才跟他讲的吧。你这人真是的，什么话都不能跟你讲。就是傻。小的睡了没有啊？应该还没有吧。谁呀？老李，黄书记来看你了。哎，黄书记，你回来了？你怎么样啊？我挺好的，没事，里面请，里面请。谁呀？啊，我们黄书记和罗主任。哎呦，你好啊，黄书记来了，来，坐。我们就不打扰你了。我今天主要是来看看老李。哦，好，你们聊。黄书记，这边。老李，你住在这里？是。黄书记，过来坐吧。老李呀，要不你还是回村里住吧。黄书记，我想我还是住在这里，这样到晚上我也好能查看。老李啊，非说要在这住，劝不了。过来。黄书记，喝水。坐吧。哎，今天啊，闹了那么一出，本来这鸭子啊，我也不敢养了，可老李说要替我们养，说赔了算他的，赚了算我们的。你说这事能这么做吗？所以书记啊，这鸭子还是我来养，这赔了赚了都算我的。大叔，你能这么想，真的是太好了。老李，就还是按大叔讲的来办吧，这样大家心里都踏实一些。也行，但是黄书记，我必须得住在这里，我必须得亲眼看见这批鸭子出栏。得，按你的意愿办。老李啊，人可好了，唉，就是啊，在我这儿吃饭啊，委屈他喽。我们家这饭菜啊，没有油盐不说，这味道也不讲究。没事，老哥，我这人嘴不挑，我吃的挺顺口的。你们这些帮扶干部啊，真能把人心给污化了。我跟前院的嘉文聊起来，那也是从心眼里佩服你们呐。哎，那鸭子嘉文也说自己养，啊，老李为咱们
出工出力了，可不能再让他为咱们担风险呐。真的是谢谢你们2位，谢谢你们这么体谅。大叔啊，今天这个鸭子嘞，真的是意外，跟品种啊、跟饲养啊，真的没有关系，你放心哦。这个我晓得，老李啊，都跟我讲清楚了。那就好。大叔，哎，那就不打扰你了啊，你早点休息啊。我想让老李带我们去看看小鸭子。哎，看完我们也就回去了。哎，好，得，哎，那你早点休息。哎，啊，好，好，嗯，这边，往这边，看，都在这里。好可爱的小鸭子哦！哎，老李，关掉，关掉，好像影响他们睡觉哦。哎，没事，这个不影响他们生长。讲真的，这个鸭舍建得蛮好啊。哎呀，支书手巧的，这些材料都是韦向红他们党小组捐的。我们村的党员真的是越来越有担当了。老李啊，嫂子的事情我晓得了。啊，这个嘞是我的一点心意，你拿着。别，黄书记，你别嫌少，老李你拿着。黄书记，不是我不懂人情。我老婆活着的时候，我跟她发过誓的。这辈子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，哪怕是没饭吃饿着，没药吃挺着，也绝不向别人伸手。现在她虽然走了，可发过的誓不能作废。黄书记啊，知道嫂子的事情以后，我们也都是想表示一下，老李也是这么讲的。那得，老李，我听你的。我晓得现在不管讲什么都是无用的。节哀啊！谢谢，谢谢黄书记。喂，姐，爸爸怎么样啊？蛮好的。你怎么哭了？我们村里老李的老婆昨天晚上过世了。啊？就你讲的那个，也是得这病的那个？是。我现在挺害怕。啊，没事啊，不要怕，把
他今晚还吃了1碗鸡蛋糕呢，真的，一点都没剩，都吃了。那就好。直到爸爸生病的这段时间，我经常觉得我自己扛不住了。姐，你跟爸讲，我明天不回去了。你好好在村里待着吧。你不讲，爸今晚还叫我给你打电话呢，叫你千万别往这里跑了。路程那么远，交通也不方便，回来一趟要5个多钟头呢，劳心又劳力的。再这样了，我们广西交通投资集团不是已经在修白色到乐业的高速了吗？你上次跟我讲，他们第一书记讲的，最迟后年就能通车了。等高速通车了，就方便了吗？爸这边你放心，他讲了，知道你在外面搞好工作呢，他就好得快。爸永远都是这个样子。姐，爸那边就辛苦你了哦。那边有什么情况，你都要第一时间跟我讲。坦普告诉你们，你放心，我肯定会把爸伺候得白白胖胖的。谢谢你啊，姐。废话，你是我爸嘛。挂了。爸，怎么起来了？是文秀吗？是，他刚忙，明天不回课了。忙就好，忙就好。爸，我的食品呢？你什么讲究？我会搞。你慢点，慢点。刘叔。哦，文秀书记。现在来参加升旗仪式的人越来越多了，我。是，这都是你安排的好。你把升旗放在了星期日，不但小孩子可以来，家里大人也可以来。刘叔啊，我听讲你把蜜蜂移到了太阳沟去。是，今年太阳沟枇杷非常好，花也盛。我就是想跟你讲这个事哦。太阳沟离这里有6、7里路，你来升旗确实是远了一点。你要是有困难，这段时间我可以让平之带你升旗。文秀书记啊，我向你保证啊，酒我肯定是没有喝。啊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做的非常好，我只是怕你太辛苦。哎，哪里话，不辛苦。每次这个升旗的时候啊，国歌一响起来，我的心里面还是蛮激动的。啊，你看我还买了新的电单车，很快，不会耽误事。那就好，你辛苦啊。啊，没事。这样，回头呢，我也去看看你的蜜蜂现在怎么样了。好啊，你来我革蜜给你吃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文秀书记，枇杷蜜不但甜，而且还有特殊的香味，你尝尝就知道了。好。鼓掌欢迎书记来！来，走，来。哎，都摆好，哪队是哪队，不要搞乱了啊！哟，分的钱多钱呐？分钱呐？分满了，那么多钱？花园啊，这里有多少啊176万，王书记。今年我们村的砂糖橘一共卖出去了58万斤，3块5一斤，一共是203万。我现在跟你汇报一下，我们的快递费是花了3万，运输费1万，
然后其他费用是2万5，各项成本是20万，还剩176万5。然后我们都商量好了，这不是要成立合作社吗？我们这8家人拿出76万5来入股，然后还剩100万，今天分红。 100万，100万，那平均每家有10万多。这还不算嘞，每家还有10多万的股金。然后上来我们都反复算好了，我来负责念，你来负责发钱。下面我们请书记和支书今天给我们分红。好，支书，我们来沾沾他们的喜气。好，发钱啊！来！哟，今年哪用真的发财喽！哟，分了那么多啊，那值钱啊！来，下面我念一下啊，收入最多的是我班华元，自家地收入8万元，技术组织等提成收入17万6，总计是25万6千元。然后我个人自愿捐6000给村里作为扶贫资金，实得25万元。好。哎，老婆，过来拿钱。哎，快点。快。少贵。来。哟，班花园就分1层吗？就那么一点啊？这里是20万，然后这里是5万，25万一共。 你拿好啊！谢谢你们捐的6000，说好了。好，哎，不要走啊！你们2个哪个做主来摁个手印？老婆来，老婆。那我来。这里。好，下一个，班华城纯收入7万1千元，然后也自愿捐给村里作为扶贫资金1000元，实得7万元。好，这个好同志，7万元你拿好。来。 这里啊，对，好，捐的1000在这里。啊，下一个班华旗，纯收入一共是7万9千元，也自愿捐给村里作为扶贫资金1000元，实得7万8千元。好，这里是7万块，罗姐，你再给他8000。好，这里是8000，然后拿好啊，捐的1000。 这里，哎，好。下一个，哇！真没想到，这个沙汤猪啊，给班花园搞成功了，那不是放松喽？买了，很多钱。书记、支书，这1万3呢，是我们这8家人算是对村里这些贫困乡亲的一点心意，啊。至于那76万5，是我们给村里合作社入股的钱。 联系都在这个纸上，我现在也一起交给村里。然后，我在这里还想表个态，凡是想中砂糖橘的贫困户，我们耐用屯都收，而且我们党小组每户都有专人负责帮扶，不是贫困户的，我们也都收。好。听到了没有？ 明年我们也种啊！明年我们也种，哎，明年我们也种点了。大家也种，明年种橘子，大家都种吧，给他太小了。明年我们有种。明年我们哪里种？你看人家分那么多，我代表村里，感谢你们耐用屯，你们自己脱贫了，但是你们没有忘记乡亲，自愿的捐助扶贫资金来帮助其他人。 我也代表那些还没有脱贫的贫困户，感谢你们。这笔钱，我们村粮委保证，一定会专款专用，一定会把它用在真正需要帮助的贫困户身上。谢谢你们！ 这一笔入股的资金，我们村里先帮你们存到银行去，这样比较安全一些。合作社日后具体入股的一些细节的事项，
我们村两委还要跟自治区农垦集团，包括所有的种植户商议了以后再定。特别是考虑到销售的问题，可能还会有第四方加入。总之，我们会坚持3个原则：第一，公平、公正、公开；二，各方都得利；三，我们共同致富。好，同意。下面开席。中间这2桌是黄书记他们的啊，剩下你们随便坐。华阳哥，这样不好啊。哎呦，今天是我们的丰收宴，黄书记，你们要是不上桌，那就扫兴了哦。黄书记，这顿饭还真得吃啊。就是。支书，那我们吃。吃啊。我们吃，但是有一个原则哦，开车的不可以喝酒哦。好，吃。把这个钱放好。对，放好。妈，我们那用囤分了好多钱呀，4大箱子呢。是呀，黄仁叔自己就得了25万呢。是，装了一大盆。妈，我们也种砂糖橘吧？先不种，今年那有屯大丰收，想种的人肯定很多。咱们家有这一台榨油机已经够用了。是啊，这榨油机真好用。妈，你想不想扩大生产，多进几台榨油机，办个大点的榨油厂？想啊，钱从哪里来？厂房、机器加一起要几10万呢。那可以贷款呢。现在扶贫贷款利率低，国家还有补贴呢，那很划算啊。扶贫贷款那是要有指标的，你申请几10万，那其他贫困户怎么办？再说了，我们现在已经脱贫了，不能占国家便宜了。天空多空旷，要去飞翔，要奉献那一场愿望。女孩把梦想装满行囊，浪漫的彩虹各种各样，穿过了河流，阵阵村庄，用歌唱去顶住风霜，自己的坚强自己培养，每天把微笑当漂亮的妆。我要挥舞那双秀丽的翅膀，让小小身体爆发出力量，跟着那理想慢慢的成长，阳光照耀着我希望的脸庞，挥舞那双追逐的翅膀，摇摇呀挑战未知的远方，大大气给自己给一个赞扬，青春的绽放是最美的风光。挥舞那双秀丽的翅膀，让小小身体爆发出力量，跟着那理想慢慢的成长，阳光照耀着我希望的脸